随着美国通胀降温幅度超过市场预期，交易员纷纷撤销对联准会 FED 本月升息的押注，带动风险资产全面反弹。比特币今天更是突破 6.5 万美元，创下近几周最佳单日表现。后续比特币走势如何，能否突破7万？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多交易员因为昨天的通胀数据和利好的新闻，考虑在这个地方去做多，认为牛市回来了。那我在这里暂时看不到任何做多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接下来有两种走势，一种呢是继续往上涨，来到6万8左右的位置，然后完成触底再往下跌。第二种呢就是比特币已经来到这一个平行的高点，如果无法站稳的话，则会继续往下跌。任何剧本都要结合到比特币 K 线来看。我们从4小时比特币 K 线来看，它现在走的是一个短周期的盘整过程。那我们认为说这样的走势很有可能是为了清扫前面两波就是平行底的流动性。那清扫完空军之后呢，再进行一个下杀，这样子的剧本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地方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假突破，接下来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持续观察。如果是假突破的话，那它就一定会跌回来；如果不是的话，它大概率会在6万5左右站稳，然后之后再慢慢蹭到6万8。毕竟上方6万8有个流动性要被清扫，拿下这波流动性再下跌是最符合市场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空军爆仓量是比较多的，持仓呢是在大幅下降，短期内的数据看起来比较中性一点，因为持仓还在高位嘛。Coinbase 溢价指数也是在往上升，说明现货的买盘是有的，多空比居然是下降的。在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追空，但资金费率的话是正的，就说明大资金还是偏向做多。所以这个数据呢，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最近推特上有一张图，这张图的话是比特币的生产成本，过去熊市低于蓝色线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买点，而且每次熊市它都有跌破蓝色线，所以生产成本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红色的线段的话，它其实就是最主要的生产成本，蓝色的话应该是经过一些倍率平滑或者是修正后的上方成本线。之前的熊市呢，到底有没有跌破红色线呢？其实也有，比较早期啊，2015年有跌到，2018年的时候呢也有跌到。2020年的时候呢，当时是触碰到了蓝色线，底部就已经到了。现在我们仍然处在蓝色线的就附近徘徊，距离红色线的话还是有一段距离。这个其实就跟20年、22年会比较相似。所以比特币现在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至少从长期来看。那有些人他会等到5万或者4万多的比特币，但别人认为现在做定投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因为踏空才是更严重的事情。另外，根据 SocialValue 的数据，昨日比特币现货 ETF 总净流入 1.81 亿美元。流入最多的话为贝莱德 ETF IBIT 单日净流入为 1.39 亿美元，其次为富达，单日净流入为 2106.56 万美元。截至目前的话，比特币现货 ETF 总净值为 779.60 亿美元。回到视频的开头，我们都知道比特币短期上涨跟核心 CPI 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美国5月 CPI 同比上涨 3.5%， 环比降温 0.42%，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6%， 环比小幅降温大约 0.02 百分比。整体来看，核心服务没有继续上涨，能源分项是大幅降温，这两项是6月通胀回落的最大推动力，也为继续降温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6月 CPI 延续了5月 PCE 的良好趋势，表现是非常亮眼。在数据公布之后呢，7月加息的概率从原本的接近55开，大幅调整为82开。压住7月份美联储将按兵不动，但在12月加息概率仍然保持在 80% 以上，这意味着美联储不是不加息，而是可能会拖延到9月或者10月再开始加息，以此来加速通胀回落。那这里就会有个问题，通胀不是都已经改善了吗？美联储为什么还要加息呢？的确，通胀是在慢慢改善，但距离美联储 2% 的法定目标还比较遥远。不仅如此，美国高通胀已经持续数年之久，国会也会对美联储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保持质疑的态度。就在今天，沃什在国会听证会还重申了美联储对通胀零容忍，并且将通过工具实现价格稳定，承诺要打破粘性价格，将它重新带到 2% 的目标。对于沃什的态度的话，更倾向于今年美联储可能还会有加息的可能，但只要通胀像今天这样持续改善、持续回落，它起码能减少加息的次数和幅度。这样一来，通胀快速降温到目标区间，美联储才有数据支撑，才能在明年有望重启宽松政策，股债两市也能够更加持久的健康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几年头上总悬着一颗雷。同样，明天会有最新的 PPI 数据PPI 的话是生产者的上游物价指数，然后明天8点钟晚间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另外呢，还要提醒一下各位观众，再说一下战争的事情美国在上周末的话再次轰炸伊朗，德黑兰随即将于周一对该地区与华盛顿结盟的国家进行报复性打击。自4月8日停火以来，这几天美伊再次爆发互相规模的空袭而此次冲突的核心仍然是全球战略水道，是霍尔木兹海峡。德黑兰试图维持其在战争初期建立的控制权，美国呢则宣称他要
就控制这一个战略要道，所以呢，你又可以看到油价又上升了。油价一上升，势必会影响通胀数据。很多人会好奇，不是在视频刚开始有提到，开出来的数据是低于预期，是利好消息吗？但那个是6月份的哦，7月份好不好还不一定呢。所以说仍然有加息的可能，只是我们会度过非常舒服的7月。再说到美国的清晰法案，现在有3位民主党参议员跳出来反对，说法案是腐败立法，还扯上川普的加密利益，导致法案卡住。很多人会担心法案过不了，监管遥遥无期。但美国的立法本身就是这样，吵吵闹闹，讨价还价，没有一次是顺顺利利的。虽然现在看起来吵得很凶，但实际上都是政治表演。Jennings 稳定币法案之前也吵了很久，最后还是通过了。清晰法案其实两党都有共识啊，差别只在细节条款。民主党拿道德条款说事，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更多谈判筹码，并不是想把这个法案打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也说了，8月休会前一定会投票。就算这次美国后续也会继续谈，迟早都会通过。因为美国很清楚，如果不抓紧制定加密监管的规则，就会被欧洲、日本抢先，失去全球加密产业的主导权。这个主导权呢，可能会关系到美国的金融霸权，所以它不会拖下去。而且除了美国，全球其他国家都在加速加密布局。美英已经达成协议，要统一代币化金融的监管规则。两个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联手，影响力肯定很大。欧洲的数位欧元的话也进入试点阶段，德意志银行这些大机构都参与了，日本就更不用多说，稳定币支付都已经铺到便利商店了。全球加密监管的大方向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开放。美国的一点政治博弈根本不阻挡不了这个大的趋势。所以等监管真正落地那一天，也就是机构资金大举入场的时候，那也许可能就成了比特币真正牛市的起点。到这里本期视频就已经结束，不过我们再穿插一下 Coinbase 开放华语注册啊。对于 Coinbase 开放中国用户注册这件事情，那主要是受到 Robinhood 的压力啊，可能是因为看到最近 Robinhood 的链搞得风生水起，链上增长非常迅速，而且同样作为美国合规交易所，相当于 Robinhood 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虽然他们的业务重心不一样，但是日后呢肯定会有更多的业务进行重叠。那就是 Coinbase 向传统金融靠啊 ，Robinhood 向 Crypto 靠，所以 Coinbase 的这一波意图也比较明显，就是去抢人嘛。那这个窗口期的话，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啊？我觉得大家有条件的话都可以注册一下。整个注册流程非常简单，而且它不需要提供你的地址证明。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20%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20%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Bybit 最高30%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该次 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20%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